7号，中美商贸工作组在天津举行了第2次副部长级会议。此次会议吸引了普遍关注，双方围绕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重要共识，就各自关心的政策问题以及两国工商界提出的具体商业问题进行专业、理性、务实的沟通。最近2周，多个中美工作组展开密集磋商，释放何种信号？来看看分析。 会议由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与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拉戈在天津共同主持。王受文强调，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王受文表示，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对美国而言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中方重点就美对华301关税和造船等产业301调查、泛化国家安全、制裁中国企业双向投资限制、美对华贸易救济、中国企业在美不公平待遇等表达关切，强调理清经贸领域的国家安全边界有助于稳定企业合作预期，反对以产能过剩等为借口实施贸易投资限制措施。 双方同意将为各自举办的贸易投资促进活动提供必要支持，在跨境数据流动、检验检疫、医疗保健和妇女健康、医疗器械、清洁能源等领域保持沟通，继续推动中美企业合作对接项目，并增设项目办公室，在20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机制下加强合作。两国商务部愿与中美企业保持沟通，听取企业意见。 就在会议进行的当天，美财长耶伦再度表达了与中方进行互动的想法。耶伦称，现任总统拜登的任期明年1月结束后，他可能不再继续担任财长一职，但在此之前，他或和中方官员再次会面。在他看来，中美之间需要进行新一轮的对话。耶伦承认，美中在经济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合作。若未来发生跨境金融危机，美中之间的联系机制很重要。 耶伦还提到，美国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尚博近期将很快率团访问北京，继续与中方讨论经济问题。尚博是中美经济工作组的美方牵头人，自去年9月成立以来，该工作组已举行了4次会议。 今年4月初，耶伦开启了他在财长任内的第2次访华之行，期间中美举行了多层级、多领域的会谈交流。如今，时隔不到5个月，他再次急于表达访华想法。有分析认为，这与美国在经济以及金融方面承受的巨大压力有着直接关联。 美国8月份的就业指标比预想的要差，有人担心经济衰退。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美国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人数为14.2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的16万人，高于7月的8.9万人的数字。美国劳动力市场放缓，进一步推高美联储降息预期。美联储定于9月17号至18号召开议息会议。 市场普遍预计，届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下调利率，将利率从目前2023年高点5.25%到5.5%区间下调25个基点。 不过，美联储降息依然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近期，拜登政府将宣布依据301条款对中国电动汽车等产品加征关税，这毫无疑问将给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巨大负面冲击，供应链稳定遭到破坏，以及中国可能会采取的反制行动，都有可能会让美国此前通过加息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大打折扣。所以，美方迫切需要和中方保持沟通，想要了解中方的想法，以为最后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因为中美2个国家 是世界上最大的第1大、第2大经济体，对吧？他们的内部的这个发展啊，都会影响整个的世界格局。他们的关系就基本上决定了这个世界的格局。我以前也一直强调，中美关系啊，它不是一对简单的商品关系，对吧？它是今天世界秩序的2根柱子。 一根都不能少。如果没有这个中国的配合的话，美国现在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上做不了什么事情。 美国原计划于8月1号起向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锂电池、芯片、太阳能电池、港口起重机等加征关税，但上个月底表示，由于需要更多时间研究各方意见，押后至8月31号公布最终决定。如今这一期限再度推迟。对于延后原因，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主要是需要更多时间来研究来自行业的1100多条公众意见。事实上，因质疑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加征关税严重损害美国利益，拜登政府于2021年上台之初就
开始审查上届政府的相关政策。然而，经过多年的复查，今年5月，拜登政府不仅没有废除或降低原有关税，反而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计划进一步提高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等产品的加征关税，其中电动车关税更是从25%大幅调升至100%。根据拜登政府的说法，此举的目的是保护美国公司免受所谓中国过剩产能的影响。然而，美国国内众多被保护对象纷纷站了出来，对拜登政府的保护主义措施发出强烈的反对声音。由173个美国贸易协会组成的美国自由贸易组织，在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封信中表示，为了符合公众利益，应就加征关税一事举行公开听证会，并大幅延长意见征询期。该组织内的许多团体进口并销售来自中国的商品，他们雇佣数以万计的美国人，一旦对这些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很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广泛的冲击。即便是与中国企业存在竞争关系的美国企业，也并未因关税占到便宜。这次提交意见的包括福特汽车，因为拟加征关税的人造石墨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材料，而福特目前使用的人造石墨几乎完全由中国供应。再比如，美方拟对港口起重机加征25%的新关税，美国弗吉尼亚港务局对此指出，美国港口80%以上的岸桥起重机都由中国制造，若执意施加新关税，美国港口要么只能以更高成本从中国购买起重机，要么只能转而购买质量较差的起重机。美国在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产品出口加征关税的时候，它需要进行国内政策的评估。因为美国的很多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电池制造商，它是离不开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出口的，尤其是中国的石墨出口。但是如果美国加征关税，受损的将是美国的新能源产业。所以美国需要在对中国施压的时候评估给自己带来的副作用，它需要平衡这种副作用和对中国的施压效果。值得一提的是，继8月底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访华后，中美多个领域的对话再次活跃起来。耶伦提出对话前，美国总统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波德斯塔自4号起展开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这也是中美气变工作组时隔4个月再聚首。此外，在即将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上，中美两军也将有对话机会。这次美方公布的代表团级别比去年要高，由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迈克尔·蔡斯率团，这显示美方越发重视香山论坛。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还透露，未来几周内，美印太司令部司令或与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对话。中美商贸工作组周6在天津举行第2次副部长级会议。那么这场会议有什么样的信息量？今年底的美国大选又是否会给中美经贸博弈带来新的变数呢？是的，梅西，拜登政府任内，在两国元首的直接推动下，中美围绕经贸领域问题磋商，开设了一套双边沟通机制，分别是涵盖经济、金融与商贸3个工作组。周6在天津举办的中美商贸工作组副部长级会议是年内举行的第2次，第1次会议于今年4月在美国举行。中美商务部的副部长各自率队互访，这本身就体现了中方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去处理中美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商贸工作组之间的对话沟通主要议题不仅仅是两国政府政策面的，更有来自两国工商界提出的具体商业问题。这意味着，在这个双轨对话机制中，既反映中美两国的顶层设计，也包含了两国民间具体经贸交往中遇到的一系列磕磕绊绊。这让我想起习近平主席去年11月访美时，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他说，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中美关系的大门是由人民打开的，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中美关系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具体聚焦这场会谈，你会发现问题的关键是美方在把握中美经贸关系时，重点在打的2手牌。一手是泛化所谓国家安全概念，对中国企业、中国商品、中方投资以及对华关税采取的针对性措施。那另一手则是泛化产能过剩的概念。这2手牌都体现了美方对中方的错误认知，甚至是战略误判。这恐怕不能仅仅从国际经济环境下行、各国纷纷筑起贸易壁垒的角度进行研判，更要将美方的零和博弈思维考虑在内。眼下，美国总统大选会是一个不小的变数，一再推迟的加税措施折射出美方的竞选思维。所有来自白宫的政令都要经过竞选团队的选票精算，
政策的利弊得失考量，将选举的胜负、选票的多少置于首要位置。如果拿不准，那就索性先盖牌，拖到11月之后再说吧。这恐怕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机遇期，那就是通过民间的及时沟通对表，将中美商界各自的利益诉求反映在美国的选举周期中。未来几个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来自各个商业团体的金主票都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仅是选票，更是钞票啊。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眼下的游说成功率是要高于非选举周期的。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中方对美国国内的选举事务有所插足啊！中方从来不干涉他国内政，更对谁成为白宫下一个主人没有倾向性。只是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都要聆听来自中美大市场持份者的理性声音。另一方面，中方再次要求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取消全部对华加征的关税。那您是如何来看待美方加征关税的做法？它源自什么认知差异？世贸组织早已做出了裁决，美国的301关税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但美国政府显然并没有将世贸组织的权威性看在眼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就是特别301报告的策源地，曾就对华加征关税征求公众意见。美国国内民众的反对意见是占多数的。然而，即便是不得人心，301关税的大棒也依然是高高挥舞着。中美贸易争端的起因要从对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顺逆差的认知构建说起啊。如果中美双方在统计口径、统计原则以及统计范围等方面存在差异，那么大家各自关起门来对着贸易清单摁计算器，也会得出不同的答案。此外，中美货物贸易差额是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必然结果，也是由两国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格局决定的。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差额长期存在并不断扩大是多重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中国刻意追求的结果。如果要从美国自身的角度去审视，中美货物贸易逆差也是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的必然结果，是中美产业比较优势互补的客观反应，是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生产布局变化的结果，更是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若从中方的论述来看，我们并没有像美方那样笼统地用中美贸易逆差去审视一个总值，而是加上了货物贸易逆差的具体界定。因为如果要从服务贸易的角度去看美国对中国是长期处于顺差地位的。如果美国的政治人物单方面追求数字好看全面顺差地位那也要扪心自问一下，当今的美国国内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源禀赋是否能够支撑起这样一个全产业链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呢？要想挣这份钱，得靠本事，不能靠霸凌比较讽刺的地方在于美国人民似乎对这场横亘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税战持悲观态度。据《纽约时报》自己的报道，美国民众尤其是企业主已经在为美国大选之后中美贸易战的延续乃至升级早做准备了。